永和5年12月，后赵大将军石敏发布杀胡令，一夜之间，邺城被斩首的胡人多达上万人，整个帝国境内胡族、羯族被捕被杀者高达20万。而在杀胡令之前，石敏已经杀了一个羯族的皇帝，又幽禁了一个皇帝。既然已经彻底跟羯胡决裂，那么石敏也索性不装了，旋即开始五胡16国期间最经典的游戏——僭越、登基、称帝。公元350年，永和6年正月，距离王羲之写下千古名篇《兰亭集序》还有3年。刚刚把胡人杀得人头滚滚的石敏，决定要彻底跟抚育自己长大的羯胡世家切割。他要改自己的姓。前一期我们说过，石敏的父亲本姓冉，叫冉瞻，后来被后赵皇族收为义子，因此改名为国姓石，叫石瞻。所以石敏要改姓，应该是要改回自己的本姓冉吧。但是观众朋友们，我们都想错了。石敏不知道从哪个所谓的谶言中找到了灵感，说继赵者李，宣称既然赵国马上就要完蛋了，所以我还是改姓李吧，请大家以后都叫我李敏。不仅如此，为了能够名正言顺地把后赵和石氏消灭在历史长河中，他还借着这次谶言现世的机会，把后赵的国号从赵改成了魏，还把年号改成青龙。不难看出，石敏李敏的一系列举动都只在改朝换代。现在这一大堆骚操作，无非是提前给大家释放信号。果然，改国号的消息一公布，邺城中还没有被杀的那些后赵高官们都大惊失色。像3公级别的太宰、太尉，首都警备区的高级将领，如中军将军、辅军将军、武卫将军，政务系统的高官、光禄大夫等，都连夜逃离邺城，纷纷往襄国赶去。与此同时，早在石敏杀第一个皇帝石遵的时候，就有石家的藩王宣布起兵进京勤王。如今，汝阴王石坤已经率领7万大军到达邺城外围，即将对石敏政权展开围攻。面对这种情况，石敏老先生微微一笑，旋即就开始向我们展示出他的第一个特征：能打。趁着石坤的7万大军还没有完全铺开之时，石敏亲自带队，率领1000多骑兵发动奇袭。石敏本人不仅担任突击队长，而且还把一把2刃矛耍得虎虎生风，横冲直撞，左右开弓。连续追击之下，一战直接摧毁敌人战线，致使7万大军原地崩溃。在解了邺城之围之后，石敏迅速回到邺城皇宫，开始进行一些更为关键的工作，比如说杀皇帝。这就是我们上期所说的，石敏将被幽禁的皇帝石建以及先帝石虎还在邺城的子孙共计38人凑在一块儿，一把全杀了。然而，杀皇帝这么石破天惊的事情，在350年前后的北方大地上，我们在上一期可谓是身经百战，见得多了，甚至不需要为此有过多的停留。因为很快几天之后，石敏就开始走流程，准备自己登基称帝。不过在称帝之前，石敏又玩了一个小花招，这又体现他性格当中的另外一个特征——狡黠。石敏明明自己想称帝，却在称帝之前偏偏推举李农为皇帝。李农当然知道石敏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他知道石敏这人鬼得很，但凡没有把握的事情，他就会巴结攀附，甚至是要挟自己，拉着自己跟他一块儿趟浑水。比如说，当初要杀上个皇帝石遵的时候，石敏自己没把握，在闹事之前竟然先挟持了李农，逼着李农和禁军一同参与到废杀皇帝的事情当中。因此，李农态度坚决地拒绝了石敏的提议，并且还为石敏谋划了一份完美的答案。他说：“我们都是汉人，如今晋朝还在，我们应该按照晋朝的官职设置，各自自觉地担负起晋朝的州牧、太守、公、侯、伯等职责，然后再向晋朝送去书信，迎接天子返回旧都洛阳。”李农的意思很明确，老兄，你和我是依靠杀胡令，依靠广大被压迫的汉人，才把羯族和石家的凶残统治彻底推翻的。现在我们不管是不是真心，最应该坚持做的就是奉晋为正统，这至少能表明我们的姿态，还能继续团结联系广大汉人群体。只要汉人这个基本盘在，我们就还有生存的空间。但是石敏显然没有耐心去做政治表演，他只想火急火燎地当皇帝。公元350年闰月，冉闵在南郊登基称帝，立国号为大魏，改年号为永兴，史称冉魏。石敏本人也恢复冉姓。或许冉闵不知道，在遥远的东北，鲜卑人里面还有一个慕容伟，历经八王之乱、永嘉之乱，前赵崩溃，后赵建国，在漫长的半个世纪里，都始终率领族人奉晋朝为正朔，足足等了65年。等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也依然在努力地团结晋人。当然，很快，大约就在本期视频的结尾，冉闵就会知道，就是这个慕容伟的后人，
将会把他和他窃取而来的基业全部推翻打烂。冉闵在短短的8个月的时间里，不仅连续直接间接地杀了石家的3个皇帝，还把先帝子嗣近乎团灭，现在甚至已经把大赵江山给颠覆了，这就让后赵还在世的藩王们怒不可遏。石之是先帝石虎的子嗣，多年以来一直名不见经传，直到石虎死后，冉闵在首都掀起腥风血雨的政变和大清洗。等到尘埃落定之后，石之抬眼望去，发现自己竟然是整个后赵存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一根火苗。因此在冉闵篡权称帝之后，石之旋即也在襄国称帝，继续延续后赵香火，改年号为永宁，与冉闵的大魏政权分庭抗礼。如果说冉闵的政权是一个标榜以汉人为主体的政权，那么石之的这个大赵就是一个彻底意义上的胡人政权。石之称帝之后，北方的胡人大族和武装豪帅们纷纷向他靠拢，其中最为重量级的就是在上一期敢于怒斥石虎的姚懿仲，他也率领包括自己儿子姚襄在内的族人投靠了石之。然而尽管强大的后赵几乎是被冉闵一人给颠覆的，但历史走到今天，主角却不再是冉闵，也不是石之。从公元349年5月26日石虎死开始，整个北方从统一到动荡，再到分裂割据，再到瓜分完毕，一共只用了短短3年之间的时间。因此现在有必要讲一下整个北方的国际格局了。当初梁独起义搅得后赵天翻地覆，后赵正规军事力量节节败退，石虎不得已让羌人姚懿仲和氐人蒲弘带资进组，率领本民族军队参与到后赵的内战当中。如今姚懿仲已经向石之靠拢，另外一个蒲弘在哪儿呢？其实蒲弘、姚懿仲都有割据的心思，而且双方都还曾大打出手。但不得不说，姚懿仲是个老实人，而蒲弘比他更聪明、更敏感，也更果断。当冉闵和石家的皇帝打生打死的时候，蒲弘正率领他的氐人大军没日没夜地往关中进发，并最终在东晋、冉魏、后赵都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成功紧急入关，从此守住了这个帝王之乡，也奠定了前秦的基业。如果说西边的关中是被氐人紧急占有的话，那么后赵的北部边境则是慕容鲜卑部带来的另外一个关键词：南下入关。石虎还在世的时候，曾经屡次对慕容鲜卑发动战争，尽管慕容鲜卑部只能苦苦支撑，但和后赵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使得慕容氏对后赵的局势一直保持着高度的关注和警惕。如今石虎一死，北方崩溃，慕容氏的反应异常迅速，分3路大军南下。如今已经从关外经龙城、卢龙塞、临朐、蓟城、清凉一路到达了华北平原腹地，并构筑了一张准备把冉闵和石之都吃掉的巨大的包围网。向南看，东晋朝廷尽管不信任桓温，不敢让他主持北伐，但朝廷也意识到此时是千载良机，因此任命了桓温的死对头殷浩为北伐军总司令，都督杨、豫、徐、兖、青5州诸军事，并联合刚刚在关中站稳脚跟的氐人蒲氏，准备克复旧都洛阳。以上这些政权势力和历史发展，我们会在未来讲述到他们的故事的时候详细展开。不过眼前大家仍需要把目光放到这2个正在殊死搏斗的人身上：魏国冉闵，赵国石之。乱世的舞台最能体现历史的混乱、诡异和波澜壮阔。从349年开始，整个后赵分别经历了杀皇帝石室、杀皇帝石尊、杀胡令、杀皇帝石建。就是在这样一个极度密集又血腥的斗争下，350年4月，赵国的新皇帝石之又穷心尽力地挤出来10万大军，继续气势汹汹、虎视眈眈地向邺城进发。而刚刚不久之前，在邺城外被冉闵用2刃矛击溃的石坤，继续成为这支队伍的统帅，发誓要把冉闵这个乱臣贼子给斩杀了。没办法，谁让老石家最后的2个种是我石之和石坤了呢？而另外一方面，冉闵又是怎么个混乱、诡异和波澜壮阔法呢？比如说，他一登基就把自己的亲密战友、超级大腿、创业元老李农给杀了，而且是断子绝孙的灭族。史书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冉闵会对李农翻脸不认人，下如此死手。但是被冉闵屠灭的高层战友可不止李农一个人，稍后我们会连同其他被冉闵冤杀的人一起来分析。杀了李农之后，冉闵好像反应过来了，派人给东晋朝廷去了一封信，说是中原胡虏已经被平定，如果东晋朝廷想要讨伐胡人，可以派军一同战斗。说实话，我实在是想不通，既然要联系东晋政权，那干嘛要杀掉早就建议你联系东晋的李农呢？或者反过来，既然已经杀了在某种意义上算是汉人起义军首领的李农，那你冉闵干嘛又要联系东晋呢？或许这就是冉闵的狡黠。无论怎么观察他的脑回路，我们都得不出答案。
当然，在他的对立面，东晋朝廷也完全没有理会这封信。话说回来，尽管石之、石坤声势浩大地带领了10万人前来围攻冉闵，但冉闵政权依旧很能打。冉闵的卫将军王泰主动出击，大破石之部队，又是斩首1万多人，石之再次溃败。但石之失败了，可他还是不服。3个月后，石之再次发动对冉闵的战争，双方又再次各自投入10几万的兵力，在仓亭再次展开决斗。这一战，冉闵又表现出自己能打的特质，又一次亲自上阵出击，又一次全方位地战胜了石之。实载，石之大败，死者28000余人。冉闵一战俘虏人口辎重无数，冉闵政权达到了历史的最巅峰。冉魏和后赵的力量就在这样的此消彼长中走过了血雨腥风的350年。这一年的11月，即双方刚刚在仓亭打完上一场战争的3个月后，冉闵又主动出击，对石之继续开展除恶务尽的战争。然而在出发之前，冉闵又开始了一系列神奇的操作。当初冉闵杀胡令振臂一呼，号召汉人杀胡人，整个北方数百里范围内的汉人都涌入邺城，拥护他这个汉人领袖。6个月前，冉闵给汉人的东晋政权去了一封示好的书信，邀请东晋一起讨灭胡人。按理来说，冉魏应该是一个心向汉人的国家吧，但结果呢？冉闵出发之前，竟然又在冉魏恢复了胡汉分治制度，还把自己的儿子冉胤册封为大单于。为了表现出拉拢胡人的姿态，他还特地把儿子配备的卫士全部换上了最近刚刚投降过来的胡人，共计1000人。咱也不知道冉闵让他儿子这样一个乳臭未干的汉人毛头小子去担任有血海深仇的胡人战士的大单于，到底是心有多大？眼见这种情况，冉魏的光禄大夫韦小站出来制止，他说：胡、羯都是我们的敌人，今天他们来归附，只不过是想苟全性命。万一局势有变化，他们必然会起来闹事，到时候悔之晚矣。我建议杀掉这些胡人，而且要废除单于之号，防微杜渐。本来吧，政治路线有分歧是很正常的。人家韦小提出反对意见，你听了最好，不听就算了呗。结果冉闵为了给胡人们做个姿态，竟然对这话表现出大怒，然后就把韦小和他儿子一块儿给杀了。到了这儿，我想大家就明白了，为什么李农会莫名其妙的死掉。估计跟韦小的情况一样，只要一句话不对付，一句话不满意，冉闵才不管你是不是战友，反正我生气了就要杀了你，杀了你全家。这就是冉闵的第3个特质，暴躁。现在要继续把目光移到战场上了。自从350年11月，冉闵开始反攻石之以来，被冉闵包围的相国城里的石之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在长达100多天的攻坚战当中，冉闵又是起土山，又是挖地道，又是修建营房准备持久战，又是翻耕地准备直接在城外种粮食。总之，一副要把石之彻底困死的架势。石之当然知道冉闵很能打，是后赵近15年来最能打的将领之一。为了挽回颓势，他主动去除自己的后赵皇帝称号，降阶为赵王，展示出这个皇帝谁爱当谁当，反正我不当了的信号。然后自降身份的石之开始向各方面求援，比如刚刚南下的慕容鲜卑和羌人姚懿仲，各个方面不见得是想真心帮助石之，但是大家普遍对冉闵的反复横跳、背信弃义表示极度反感。例如慕容氏的首领燕王慕容俊，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接到了石之和冉闵双方同时派来游说的使者，而慕容俊质问冉闵使者的第一句话就是：冉闵是石家给拉扯大的，忘恩负义、忤逆作乱，怎么就敢舔着个脸称帝？另外一边，羌人姚懿仲也准备派出自己的儿子前去帮助石之，并且告诫儿子姚襄说：冉闵背信弃义、屠灭石氏，我是老了打不了仗了，但你还年轻，能力突出，本事不知道比冉闵高到哪里去了，你一定要活捉冉闵，不然的话就别回来见我。最终，后赵汝阴王石坤又挤出来3万多人，连同慕容鲜卑氏派出甲士3万余人，姚懿仲派儿子姚襄率领骑兵3万8千人，共计10万人前去解救襄国和石之。面对三方大军来势汹汹，冉闵提前应对，派车骑将军胡穆抵挡姚襄，派遣将军孙威在半道伏击石坤。结果在坚城之下已经打了100余天，人困马乏、刀锋顿挫的2路人马全部战败，部队被全歼，只有指挥官单骑逃出战场。面对惊人的战败，冉闵又一次暴跳如雷，他准备再复刻自己当年的神勇。当初无论是在皇宫内连续4次挫败针对自己的政变，还是去年石坤7万大军包围邺城，自己只带了1000多骑兵的冲锋就将之摧垮。总之，似乎只要是冉闵本人亲自上场，局势就一定会好起来了。就在这个时候，
冉魏的魏将军王泰，就是刚才所说曾经消灭石昆1万多人的那个将领，提出了不同的意见。王泰整体上的意思是，由皇帝本人率领全军出击，只是听起来很酷，万一包围圈里的实质反攻，又或者全军出击但被打了回来，那这种失败将会演变出如山崩地裂般的大溃败。目前的情况只能是耗下去，等所有人都疲惫了再寻求决战。我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所谓成熟就是一步步去掉自己的人性，增添自己神性的过程。局势危机，趁着手里还有点筹码，全部梭哈赌一把，赌能彻底翻盘，一步直接发家致富，这就是人性，也是人性固有的弱点。但为了最终胜利，愿意用惊人的耐心和漫长的忍受去承受痛苦和耻辱，熬下去，一直熬到形势扭转的那一天，这就是神性。在军事上，毋庸置疑，冉闵是一把好手，他完全能理解王泰的意思，但是在性格上，他又有巨大的缺陷。比如，刚刚被王泰言论平息情绪的冉闵，此时又听到了一个神棍给他建议说：“我夜观天象，老天爷显示出太白星入某日姬星，这是上天在召唤您杀掉胡王，现在出发一定能百战百胜。”听了这话，冉闵更加上头了，他做了一个非常夸张的动作，撸起袖子，攥紧拳头，给手下人说：“我意已决，谁再敢进谏就杀了谁。”有些自大的人总是以为只要自己打起精神来，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我没成功，那是因为我还没努力。对冉闵来说，似乎只要我猛冲猛打，奋力拼杀，就一定能突破包围圈，克敌制胜，迎接一如既往的胜利。然而命运之神不是总眷顾一个人，神灵有时候还喜欢跟你开玩笑。比如正当冉闵亲自率领全军冲击的时候，三路大军的最后一路，慕容鲜卑部刚好率领3万铁骑赶到战场，并迅速与其他2方面军队形成包围圈。而更大的玩笑是，王泰所担心的被围于相国的石支，此时真的发起反冲锋了。4路敌军5方阵营，自西晋八王之乱以来，发生在北方战斗大多数都是这样，混乱、惨烈、血腥。冉闵迎来了自己的大失败，10万大军全军覆没，冉闵本人死里逃生，只带着贴身骑兵10余名逃离了战场。他准备逃回邺城，毕竟那儿是他的首都，他还是大魏的皇帝。然而战场上的失败还在持续释放着威力。出发攻打石支之前，冉闵执意要把自己儿子立为大单于，还装模作样的配备了1000多名胡人士兵。如今胡人士兵一听说冉魏有败亡的迹象，而且冉闵本人目前情况不明，说不定已经死在逃亡途中，于是他们便真的如同韦小所说的，全部反水了。胡人抓了冉闵的儿子和留守邺城的高级官员，连夜绑了送到石支那儿。随后石支将冉闵的儿子冉胤、冉魏的司空、尚书令、中书监、车骑将军、少府等高级官员和衣冠人物全部斩杀。紧接着，趁着邺城群龙无首，趁着冉魏这个所谓的汉政权大溃败，城里的胡人们针对2年前杀胡令来了一次反攻倒算，他们又对居住在邺城的汉人们展开了一次无差别的攻击。历来民族间的仇杀都是可怕且浑浊的，这场动乱下来，实在将士死者10余万，人物坚矣。这里补充一下，这次被杀的高级官员中有一位叫做卢臣，如果你记忆好，就会知道他当年曾是西晋司空、平北大将军刘琨先生的主簿。他和刘琨在胡人环伺的境地下，在敌后整整坚守了10年。而如果你文学素养好，就会知道刘琨遇害前万般悲凉，以此明志所著的《功业未及见，夕阳呼吸流，何以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的千古名篇，就叫重赠卢臣。好了，话说回来，胡人发起了大反攻，然而可怕的人尽物绝的景象可不只是在邺城，相反，整个华北大地上，由于连续多年的频繁战争和仇杀，秩序再次解体，盗贼蜂拥而起，四季2州饥荒严重，人相似的情况再次出现。自石虎濒死前的动乱开始，北方物质生产因战争全部停顿，物资以惊人的速度被消耗和毁灭。冉闵当政时已经把全国各地的仓库中的基础全部用光，而到了此时，汉人与羌胡之间无越不战，无处不战。清、雍、幽、荆各州逃亡的百姓和那些朱氐、羌、胡、满等胡人百姓共计100余万人，在各自逃亡奔赴的道路上，一旦遇到双方，那就是毫无差别的互相杀害劫掠，再加上因饥饿、疾病等原因，能够抵达家乡的仅有2/3。邺城发生对汉人无差别屠杀，这就让刚刚潜回邺城的冉闵非常紧张，一直没敢透露自己的行踪，秘密躲藏在某处观察局势的走向，但局势并不会允许他这样一直躲下去。冉闵失败，石支觉得自己又行了。很快，石支方面又开始反攻邺城，派抢大将军刘显率军7万围攻邺城。此时，刘显的部队已经到了距离邺城只有23里的地方了。
在凶险的局势面前，冉闵终于想明白了，他决定去团结联系一下自己的同志们，商量应急对策。他通知卫将军王泰说要召开军事会议，结果王泰因为上一次冉闵执意不听自己的意见，导致重大失败，到现在这会儿还生着气呢，因此他以伤口还没痊愈拒绝参会。已经反应过来李贤下士的冉闵又亲自到王泰府上询问王泰的意见，但是王泰还是不愿意搭理冉闵。见到冉闵前来，他闷声大发财，一句话也不讲。这下又把冉闵惹怒了，他怒气冲冲返回宫中，破口大骂王泰说：巴奴，你爷我难道是要靠你才能活下来吗？等我先灭了外面的胡人，回过头来第一个杀了你。上期有小伙伴说，五胡16国一个神奇的现象就是某个政权前一秒还是蒸蒸日上，下一秒就原地崩溃了。具体到冉闵身上，情况似乎正好相反。刚刚经历了4方围剿的冉闵，无论怎么看，此时都是奄奄一息、岌岌可危的那一个。结果他又再一次上演了军事神话。怒斥完王泰之后，冉闵下令全军出击，在全线反攻之下，使之派来的那个前锋大将军刘显大败，被冉闵一路反推，7万多人的部队被斩首3万多。这下轮到刘显陷入死局了。紧接着，历史吊诡又搞笑的一幕出现了。刘显为了在冉闵攻势之下求得一线生机，秘密派人给冉闵投降，并承诺只要放我回去，我就为您效劳，把我们的赵王石之给你杀了，然后把首级给你送过来。很明显，刘显这是狗急跳墙之举，空口白牙，原地忽悠几万大军，只要冉闵阵地正常，是绝对不会轻易相信刘显承诺的。但是朋友们，冉闵老先生也不是一般的人物，刘显和冉闵这俩人，一个敢说，一个敢接。冉闵非常愉悦地接纳了刘显的投降，旋即解除了对他的包围，然后就率军返回了。不得不去感慨，刘显真是运气好，冉闵真是胆子大。回到邺城之后，冉闵先兑现了自己消灭胡人之后就杀王泰的承诺，恰好此时有人诬告王泰意图逃跑，愤怒的冉闵再次丧失理智，随即下令杀了王泰，而且还移了王泰的3族。只能说摊上这么个主子，真是替李农、韦小、王泰感到不值得。另外一边，那个从冉闵手下死里逃生的刘显也真的兑现了承诺，他回去之后就把自己的主子赵王石之给杀了，随后又把后赵诸如太宰、丞相在内的高层官员全部诛杀，脑袋割下来快递到了邺城送给冉闵。冉闵自己出身于赵国，因此对这个正统的赵国非常讨厌。如今刘显解决了他的心头大患，随后便大手一挥，封刘显为大将军、大单于、冀州牧。而石之的死也正式标志着后赵彻底灭亡。这个16国时期由羯族首领石勒建立的政权，共历7帝，享国33年，而羯族石氏也随着石之的死，从此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当中。原本以为赵魏大战的结局会以一场轰轰烈烈的决斗作为结尾，只是谁也没想到，赵国的陨灭竟然还是由背刺者一手造成的。那么既然赵国已经被灭国了，冉闵成了笑到最后的那个人，历史走到今天也应该稍微停顿一下了吧。但是很可惜，朋友们，停不下来了。毕竟刘显只是承诺杀了自己的老板，他可从没说自己不做老板啊。351年4月，刘显把后赵高层凑在一块杀了，给冉闵送去。休养生息3个月后，7月，刘显又再次反叛冉闵，裹挟着一支大军向邺城发动进攻。当然，刘显的这次进攻又被冉闵所粉碎。不过吧，人家刘显也一点不在乎，尽管打了败仗，但可一点没耽误自己进步。回到相国之后，刘显乐呵呵的登基称帝了。只不过刘显建立的这个政权，从晋书到资治通鉴，史官都非常一致的懒得搭理，连个国号都不愿意说一下。说不说又有什么关系呢？当邺城和相国的2位对手像臭棋篓子越打越抽抽的时候，此时慕容鲜卑部已经一路南下，来到了中山郡，来到了华北最核心的地带，来到了冉闵的家门口。敌人苻坚也压根没掺和冉闵和石之的事儿，而是忙着赶紧裂土封王，此刻早就成了秦王，如今正在五丈原跟东晋司马军争夺关中要塞呢。而所谓的冉魏政权，其徐州、兖州、荆州、豫州的地方大员又早就跑路，举城举地投降东晋了。当然，东晋方面也没闲着，除了接受魏国的土地以外，桓温也是不打招呼，直接率军北上，部队已经到达了武昌。别人在1日千里的瓜分地盘，而包围圈里的冉魏双方却都还在做困兽之斗。时间就这样来到了352年的春天，在北方寒冷的正月里，刘显为了扩大地盘，率先进攻还在冉魏控制下的常山郡，而冉闵则再一次怒不可遏地决定亲征，亲率8000精骑驰援常山。
把自己的太子冉智和大将军蒋干扔到邺城留守，随后就踏上了征程。这次针对刘显的终极一战，并没有想象中的惊天动地，相反，还是背刺者在起作用。虽然我们知道暴躁的冉闵不值得信任，但是刘显的手下显然对自己的领导更不信任。战斗开始后，刘显的清河王刘宁首先举城投降，冉闵得以乘胜追击，从常山追着刘显一路打回了襄国。到了襄国，刘显的大将军曹福居再次举城投降，襄国门户大开，冉闵不费吹灰之力将刘显活捉。随后便是经典的斩草除根行动，冉闵将刘显本人以及他设置的文武百官公卿及以下数百人全部斩杀，并且为了防止再有人借助襄国闹事，冉闵下令焚毁襄国大小宫殿，居民百姓一律迁到邺城。襄国这个从永嘉之乱时期就一直扮演着截胡政治第二中心的奸臣，这个石勒苦心经营了半辈子的都城，就此被废，并入任县，一直到今天成为河北省邢台市的襄都区。在后赵的故土上只能有一个皇帝，冉闵终于获得了他心心念念的最终胜利。但是军事胜利并不能改变自石虎末年以来的物质生产极度匮乏的事实。为了生存，冉闵只能带着自己只消耗不生产的部队到处去蹭饭，美其名曰游食。简单来说，邺城周围的物质基础已经不足以供养大军，他不得不去各地方要饭了。去哪儿呢？北方。一方面，北方的经济基础似乎好一点，毕竟从石虎死开始，战争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发生在邺城和襄国，北方没有遭受彻底的破坏。另外一方面，原来赵国仍还有部分势力在兴风作浪，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原赵国第一将军段秦此时还拢聚了1万多人，自称赵皇帝，与冉闵对峙。冉闵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再次踏上了征程，只是他不知道，这次离开邺城，他将再也没办法回来。当然，这都是以后赵冉魏为中心的视角展开的故事。如果我们把视角切换到鲜卑慕容家族，就会发现这个故事将会有另外一种说法。后赵末年，石虎肆虐，中原百姓民不聊生。自包王之乱以来，鲜卑慕容氏一直遵奉大晋正统，自先王慕容伟以下，慕容晃、慕容翰、慕容仁保境安民，驻守辽东，接纳晋人移民，积极推行汉化，统一辽东，平定段部，削平高句丽，著典籍等经典，以教子弟，华夏文明于兹为盛。如今燕王慕容俊及燕国栋梁慕容恪、慕容霸决心吊民伐罪，逐鹿中原，救黎民于水火，解苍生于吊悬。甚至慕容氏还将首都从龙城迁往蓟城，以示此次南下入关之决心。因此，当发现冉闵再次出动的时候，慕容俊派家族里的2位顶尖人才左右出击，慕容恪进击冉闵，慕容霸进军段秦。冉闵的大将军董润和车骑将军张温看到燕势浩大，劝谏说：鲜卑人连下幽冀2州，气势正盛，而且敌众我寡，不如先避其锋锐，等到鲜卑人兵锋懈怠的时候再与之较量。冉闵听了这话，又是惊跌的大怒，恶狠狠地说：我要平定幽州，斩杀慕容俊，现在才遇到一个小小的慕容恪就避而走之，天下人一定会笑话我。眼见冉闵决心开战，冉闵的司徒刘茂等人终于对他感到了彻底的失望，他们留下遗言说：主上此战必不能生还，我们将来的结果一定被敌人屠戮，随后自杀身亡。冉闵的最终一战也还是很有水平的，他先在安喜列出阵势迎接敌军，慕容恪大军逼近之后，看见冉魏军队人数虽少，却都杀气冲天，慕容恪内心也很犹豫，一时不敢发起攻击。冉闵看燕军不敢出战，便引军往常山方向转移，试图将燕军引诱上钩，因为再往里走那就是茂密的丛林，到时候鲜卑人的骑兵就更难发挥出优势。在这种情况之下，慕容恪不得已硬起头皮，挥师进军，试图阻断冉闵的转移。最终双方在莲台正面遭遇，决战随即爆发。从一开始我们就强调，冉闵的军事水平非常突出，此战再次强化了他能打的特征。尽管鲜卑人的燕军数倍于冉闵的魏军，而且慕容氏多为骑兵，骑兵对步兵应该是降维打击，结果鲜卑人对冉闵的战绩却是10战10败。战斗到最后，即便是横行北国的燕兵，面对冉闵也不免生出了畏惧的情绪。慕容恪是鲜卑慕容晃的第4子，性格厚重沉稳，又有谦谦君子之风，被他的对手前秦铁腕政治家王猛称之为古之遗爱。我们会在未来着重讲述他的故事。如今眼见冉魏的军队如此凶悍，自己的军队怯战，将有崩溃之势，慕容恪也坐不住了，他决定用自己作为诱饵，引诱冉闵上钩。他给参谋布置任务说，冉闵性格轻锐，又在人数上处于劣势，
对他来说最好的策略就是陷阵，对敌方大将展开斩首行动。如果能将我斩杀，到时候大军自然会群龙无首，他冉闵也就解围了。因此我提议，以我的中军大帐为诱饵，门户大开，吸引冉闵前来冲击。你们都带着自己的兵埋伏在左右，等到冉闵跟我的中军交战之后，你们再冲出来将他包围。当然，慕容恪也绝不可能傻乎乎的肉身冲打。为了困死冉闵，慕容恪特地挑选了5000名死士，个个是善于骑射的鲜卑勇士，下令这5000人用铁索将战马连接起来，在中军大帐前列成铁索城墙。可以说，这5000人就是炮灰，就是为了拦住冉闵，就是用血肉之躯给其他部队形成合围创造机会。而冉闵也的确中了慕容恪的计。冉闵一看见慕容恪的大帐，就意识到唯一能翻盘的机会到来了，因此他不要命的疯狂向慕容恪发起冲锋。冉闵的战马名叫朱龙，他骑着朱龙，左手持双刃矛，就是开头说的那个2刃矛，右手持钩戟，像本期开头一样，再次表演左右开弓的威猛桥段。在战争中左冲右突，所向披靡，一连斩杀300余名鲜卑骑兵。但很快他就发现了不对，慕容恪中军大帐前的这支队伍根本就冲不动，反而发现自己的身后和侧翼不知何时围上来了密密麻麻的鲜卑骑兵，反倒是自己被包了饺子。但即便是在包围了好几层的境地之下，冉闵仍旧奋起神威，屡次冲阵，最终竟然再次将包围冲破了一个豁口，再次突围成功，逃之夭夭。如此神勇的冉闵，也难怪日本人会大加推崇，把他和项羽放在一起称之为英雄。可惜造化弄人，冉闵的宝马朱龙载着冉闵飞奔，结果却无故暴毙，没跑上几步，便将冉闵重重摔落在地上。随后他就被重重叠叠的鲜卑人一拥而上，给俘虏了。敌方首脑在战斗中被生擒，可以称得上是大喜事。慕容恪下令将冉闵和其余高级官员一并送到蓟城，交由燕王慕容俊处理。而慕容俊一上来也没什么好气，他居高临下，颇为不屑地问责冉闵说：“你不过是石家的一个奴才，为何敢妄称天子？”冉闵对这个不知道哪儿蹦出来的鲜卑酋长也是格外不服。想当初华北大地上战斗正酣，哪有你们鲜卑人的事儿？结果你慕容家却抢占先机，扩大地盘，致使我如今成为阶下囚。因此他毫不客气地回怼慕容俊说：“天下大乱，尔等夷狄禽兽之类有可称帝，何况我乃中土英雄，有何不可做帝王？”无论怎么说，在生命的最后，冉闵确实展现出了他血性的一面。这句话也成了他人生中的高光时刻，令他的形象在后世的人中骤然间伟岸了不少。慕容俊被冉闵的话气得不轻，他命人将冉闵鞭笞300，然后送到鲜卑人的旧都龙城，砍了脑袋告诫天地神知和列祖列宗。而冉闵建立的所谓的魏国也随着他的人头落地宣告灭亡，立国仅3年。应该如何评价冉闵呢？只能说他的形象无比复杂，每个人心中都有衡量的标准，至于该怎么看待，那就是每个人自己的把握了。我所能做的就是把他的所作所为展示给大家。最后说一下冉闵的身后之事。鲜卑人在龙城杀了冉闵之后，龙城附近莫名其妙的发生了严重的旱灾蝗灾，从5月一直持续到12月。前燕王慕容俊琢磨来琢磨去，认为这肯定是冉闵的死鬼魂魄在作祟，既然人已经死了，那么也该盖棺定论了。于是慕容俊按照中原的惯例给对手祭祀，并给他追封谥号为武道天王。说来也巧，祭祀完了之后，龙城当天就纷纷扬扬地飘下瑞雪。尽管冉闵死前大骂慕容俊是夷狄禽兽，但有一说一，鲜卑慕容氏的汉化程度可不知道比后赵石家高到哪里去了。随着冉闵的历史结束，接下来就是慕容家族用了200年血泪发展，才换来一次南下入关的故事了。下一个时代的大风歌正呼唤豪杰的吟唱，明年就是永和9年了。拜拜。